ITA 机箱可以说是众多机箱规格中种类和结构衍生最多的一个规格，有偏向散热性能的，有偏向小型化的，也有偏向主流的。而我今天要和各位分享的这一款，可以说是我接触过的 ITA 机箱里做工细节最好的，它是来自 ABU Studio 的 Container M。首先要感谢 ABU Studio 的布老师给了这一次体验 Container M 机箱的机会。一般来说，我们在选择一款 ITA 机箱时都会优先考虑机箱的兼容性或是本身的散热性能。不过，要是你对这两项特别有要求，那么这款 Container M 或许并不适合你。而如果要说 Container M 的特别之处，我会说它已经是一个艺术品，更多的是感受机箱本身的质量和细腻度，以及部分个性化的感受，是这款机箱所带来给我的体验。前面说到它是我接触过的做工细节最好的 ITA 机箱，但并不代表它是市面上质量细节最好的毕竟我也并不是所有的 ITA 机箱都接触了个遍不过我所摸过的 ITA 机箱自然也不少因此可见 Container M 的质量确实可以让人期待。机箱本身的体积为高30厘米、宽17厘米、长30厘米，采用全铝合金外加钢化玻璃侧板，铝合金板材的厚度更是达到了夸张的4毫米厚。另外也提供了机关雕刻 logo 的个性化定制服务大家觉得搭配上我的这个 logo 后机箱整体的观感如何呢？机箱提供了一个附件盒，里头提供了一个内6角螺丝刀、4个机箱小垫、理线魔术贴，并且还整整齐齐的将所有螺丝分类只不过如果这个分类能够标注螺丝的用途对于一些装机新手来说会有更大的帮助。而其中这个风扇扣具让我非常喜欢，这让后方安装风扇的时候可以非常简易，不会因此而划伤机箱表面，这个好评。而且也附带了一片480毫米乘400毫米的装机垫，拥有6毫米的厚度，适合给你在进行装机的时候防止铝合金的机箱被磨损。开机键设计在机箱的后方，并且提供了 Cherry 绿轴的轴体，你能够自己替换开机键帽，再次增加了多一些个性化的乐趣。电源延长线拥有独立的开关按钮，并且还提供了保险丝，增加了电源延长线的安全和可靠性。机箱外观的整体观感是方方正正的造型看起来非常耐看。近看的同时可以发现细节处理非常好，每一个边缘都做了非常精细的倒角处理，摸上去的手感可以说是非常棒的。机箱的结构都是采用内6角螺丝绑定的，相比之下有着更好的固定能力。螺丝的螺纹也不容易消耗，而其缺点就是拆卸玻璃侧板时需要卸下8颗螺丝会显得非常繁琐和不方便一些。来看看机箱的内部状况，在底部拥有一个蜂窝状的隐藏式进风孔，可以提供给显卡一些辅助散热。采用显卡直插式结构，显卡兼容线长为230毫米 ，CPU 散热线高为130毫米，电源支持 SFS 电源，机箱后方支持290厘米风扇，硬盘支持最多2个2.5寸或是1个3.5寸硬盘。另外，随机箱也会附赠一个错位面板，用来替换前面和底部的面板，从而转换成垂直风道结构。整体硬件的兼容性相对比较一般，不支持标准高度的塔扇，不支持水冷，不支持3风扇显卡，都是这款机箱的缺点。不过前面我也说过了 ，Container M 并不是主打兼容性和散热性能的一款机箱，这就好像买 mini 跑车的人会嫌它太小吗？买苹果电脑会嫌弃它玩不了游戏吗？而 Container M 的这些缺点恰恰就能够更加明确这款机箱的定位价值那就是质量和细节体验。反而若是把兼容性做足了之后或许它独有的特点就不存在了。说完了机箱的构造，接着来进行实际的装机体验。首先来介绍这一次的装机搭配，这一次采用了8核心的 Ryzen 73700S， 搭配1直路径的劳模 ROG Strix B450 Iron Gaming。由于 M.2 硬盘不影响这一次的装机体验，因此就不演示了。CPU 散热器是利明的 TS120 Mini， 记忆体内存采用支气换光解套条。2.5 寸 SSD 是美光的 M500 ATB， 电源来自全汉的 MS600G， 搭配定制硅胶线。显卡是前几期新入手的索泰 RTX 3060 AMT 双风扇白色版，而这套配置也算是目前符合现在的甜饼机玩家的配置规格。而在安装的体验也非常的流畅，唯独在 2.5 寸硬盘位，我觉得还有一些可以改进的部分。其中一个硬盘位在接上SATA供电后，会和支架结构有一点挤压的情况出现。
如果这个支撑架可以再稍微挪后一些会更好一些。机箱有一处让我感到惊喜的是，显卡固定位有特别设计一个凹陷，让螺丝刀可以更加轻松的进行扭动。这样的设计我是从来没有在其他的机箱看过的。如果有看过类似的设计，也麻烦留言评论告诉我。不过像索泰的这张双风扇显卡，想要安装进去都会显得非常困难。我还是通过不断的调整角度才顺利安装进去。不过最终换来的则是划伤了机箱内部的面板，看了着实有点心疼。如果内部长度能够再增加多一个5毫米，或许会更加的理想。那么完成了装机，相信也会有不少朋友对它的散热性能表现有兴趣，所以我也进行了实际的温度烤漆测试。在室温24至25度的空调房，我进行了20分钟的 AIDA64 FPU 单烤。3700S 的最高温度在84度，频率维持在 4.1 GHz。得力于全铝合金的板材，在搭配空调房的室温下，CPU 的温度表现还算是能接受的。接着是加入了3060一同进行双烤，在双烤超过20分钟后，3700S 由于受到了3060的热量影响，温度上升到了95度，频率也下降到了 3.8 GHz， 而3060的温度则是维持在最高72度，反而是显卡受到了底部开孔的辅助，而温度反而没那么高。只是由于机箱内部的热量过多，让机箱本身的排风来不及把热量给带出，导致 CPU 的温度相比起单烤温度上升的比较明显。再来，我也通过这片错位面板将机箱转换成垂直风道。转换成垂直风道后，再进行多一次温度烤漆测试，同样是20分钟的 AIDA64 FPU 单烤，温度比起传统风道有明显的下降，最高温度下降到了80度，频率同样维持在 4.1 GHz， 然后再次与3060一同进行双烤。双烤20分钟后 ，CPU 的温度最高是91度，频率同样是下降到了 3.85 GHz， 不过比起传统风道的表现还是好一些。而3060的最高温度则是在81度，相比起传统风道的表现就比较差了。两个风道的表现都有着自己的优势，各位能够依照自己的需求和硬件搭配来进行风道的选择。而 ABU Studio 所给出的建议也提到，CPU 功耗上限为160瓦，显卡功耗上限为200瓦，同时超过这2个值，双烤就会扛不住了。而 Container M 的系统功耗，官方建议是450瓦，最大不要超过650瓦。因此 3700S 外加3060显卡已经能够称得上是 Container M 机箱的上限配置了。虽然机箱本身的配置上限并不高，但这也不影响这款机箱本身的价值。就如同我开头所说的，它不是一款着重在散热性能和兼容性的机箱。而且1555元的售价看似非常贵，但如果这款机箱摆在你眼前，我相信不少人也会和我一样，觉得它是值得这个价格的。也因为如此，Container M 虽然在散热和兼容性上有着一定的缺陷，但机箱本身更加明确的定位，让有兴趣的用户都可以无视这2点。我认为它更像是一个你打算安装好放在桌面可以细细品味的机箱，又或者是打算组建多一台以质量为主的主机，比较适合不注重在性能发挥。当然1555元的售价的确是会劝退不少的用户，不过以它所带给你的质量和细节感受，再加上部分的个性化体验，是否值得这个价格，我只能够说见仁见智了。感谢 ABU Studio 让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机箱体验，Container M 又或是 ABU Studio 本身，
虽然说不上是独一无二的，但无可否认的是，在如今市场上满满都是强调散热和硬件兼容性，甚至是主打外观或是灯光来说，ABU Studio 很大胆的走出一贯机箱厂家不一样的道路，我认为是非常难得的。虽然受众群体可能会少了一些，但或许在未来的机箱市场可能会掀起不一样的风潮，也说不准。好了，如果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记得点赞、评论、分享支持一下。新观众也别忘了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另外也欢迎加入频道的付费会员计划，每个月都会有付费会员的专属直播教学，又或者可以到 Buy Me a Coffee 打赏支持我。觉得这次影片意犹未尽的朋友，还能到我的 Discord 群组来一同交流。除了有更多第一时间的数码科技内容分享，有装机需求建议的也能够到那里寻求帮助。那本期影片就到此为止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Kenny， 我们下期影片见。